掌声欢迎歌土人有劲儿的白小白。大家好，我是白小白啊。你们可能不认识我，但是这首歌曲你们一定听过。就在一起，谁让我们相遇？以后的日子，我们一起相依。哎，这首歌曲应该在你们婚礼吃席的时候都听过啊。这首前奏一响，你们就知道该动筷子了啊。啊，对啊！唱到这儿我还有点饿了啊。有些人呐，就因为这一首作品，就把我诓死了，说我是婚庆歌手。其实我作品老多了，像什么最美分离，最后我们没在一起。你们从恋爱到结婚，万一再离婚，你都得找我，你知道吧？就你的爱人可能会离开你，我的歌永远跟你在一起。就在一起，谁让我们相遇？以后好收。梁元老师，来吧，来吧。怎么我走到哪儿你追到哪儿？你是我私生乐评人吗？梁元说短视频的歌土啊，他听的歌都是黑胶唱片，高雅。我就想问问，我要是把短视频的歌做成黑胶，你说这张黑胶是高雅还是低俗？我要是把黑胶的歌发成短视频，你说这首歌是低俗还是高雅？回答我！疯了！他家有2万多张黑胶唱片，据说还收录了清朝时期的音乐。那怎么的，梁元？老佛爷带着文武百官探索音乐世界了啊！回答我！气死我了！啊，西林，我俩都被梁元点评过，但是我有点挑你理啊，因为梁元说小鬼的时候，你站起来帮他说话了；我挨骂的时候，你一句话都没说。真，他说啊，我跟小鬼是同龄人，我懂他，那我呢，咱俩就差4岁呀。其实，我也只是一只小鬼呀。你说你一句同龄人就把我撇清了，你西林那一高啊！啊，其实梁元老师说话是不好听，但是我相信他的出发点是好的，就是为了华语乐坛更好嘛，啊，不然他总不能纯是为了吐槽我和西林那一吧？梁元老师这境界，这比西林那一高还高。好。其实我建议你这情商多学学海泉哥，海泉哥的情商高。曾经我俩录节目的时候，他就说过啊，白小白虽然看上去年轻，但是一点都不像刚毕业的大学生。看人多准，我就没上过大学，我上哪毕业去？多准。其实海泉哥也曾经说我唱歌像南哥，哎，给我吓坏了，我何德何能啊，敢像南哥呀？直到有一位乐评人说那个南哥唱歌啊风格固化，只爱炫技，江郎才尽。我一听我像。像，开玩笑，南哥肯定是华语乐坛的标杆，对吧？对啊，那华语乐坛如果说出2位代表性人物，一男一女，那肯定是孙楠、韩红。
不对，还有刘欢和那英，还有周杰伦和蔡依林呢。哎，不对，把腾格尔老师落下了，不能再算了啊！再算一会儿，我和葛莱女也算进去了。葛莱女，听说您是做世界音乐的，我寻思那玩意儿我能听懂吗？我听听吗？我听他一首歌叫《侠客行》，哎，那首歌词我给你念一念啊：一心静啊，哥俩好啊，五回首啊，666啊。这哪是世界的，这不就国内的吗？当年我在酒吧驻唱的时候，净唱这个了。哎，还有一首歌你记不记得了？哪个？3个5啊，4个6啊，开呀！腾格尔老师，我的偶像。我在酒吧驻唱那会儿，那些大哥点的最多的歌就是腾格尔的歌。啊，刚开始我还不会唱，我寻思我学学吧，费了好大劲才学会腾格尔的歌，结果学会了腾格尔，腾格尔开始学猫叫去了。腾格尔老师，猫叫您都学了，我的歌您就不能学一学吗？就在一起，谁让我们相遇？以后的日子，我们一起相依。哎，不能再唱了啊！听着好像老丈人不太同意我俩在一起。你先笑完啊。广智啊。他曾经在段子里说过，因为自己的音乐品味焦虑过，不敢让身边的朋友啊看他的歌单，怕让人笑话。我一寻思，听啥歌能这么丢人呢？后来我在后台一看，全是我的歌。其实啊，广智你多心了，你只是我7763.1万粉丝当中平平无奇的一员。你真不用为了这点小事内耗，知道吧？啊，以后你就堂堂正正做人，大大方方听我的歌，喜欢我你无需自卑。我觉得听个歌吧，自己舒服得劲儿不就行了吗？音乐不能粗暴的认为这高级呀、低级呀来区分。你看很多像广智这样的年轻人都不敢听我的歌了，也不敢喜欢我了。你照这么算的话，我的粉丝都不止7700多万。我看梁人越来越来气，现在我说着说着我就来气。很多人说我歌土。我都忘了谁说，都说好像说我的歌在夜市放，在酒吧放。其实我的歌出现在这些地方，那就对了，那就是我音乐人生开始的地方。音乐应该人人都能听，人人都爱听的娱乐方式，不应该是用来彰显个人品味、贬低他人审美的一个工具，对不？啥是好歌啊？我觉得只要你爱听的歌，那就是好歌。以后让我们一起多听好歌。就在一起，谁让我们相遇？以后的日子，好，谢谢大家，我是白小白。谢谢白小白。你看，梁园结束了之后，我没有谢他。哦，你结束了之后，我谢谢了你。白老师，我想问一下，舒服了吗？是不是舒服到后面有点狂？回答我！马上过一下节奏，我们请一位脱口秀演员马上要上场的贾浩。
我们浩哥是第一次来参加主咖这个节目，但是我告诉大家，参与过歌手，哎，在歌手当网络评委，网络评委要求特别高，网速必须快。当时是隔着屏幕吐槽，浩哥，现在人来齐了，您来吧，掌声欢迎大众听审代表贾浩。能不能跟歌手学点好？你这上来这啪啪击掌干哈呀？这是，你是个脱口秀演员，贾浩。让我们掌声欢迎大众听审代表贾浩。我其实就想表达一下，如果真的想跟观众亲切的互动，你就真实的击掌就可以了，不用假惺惺的隔空碰拳什么的啊。你们的拳来了。大家好，我是贾浩，我是贾浩。今天的主题叫音乐听谁的？音乐听谁的？我听李宇春的，你们倒是请啊！之前为了抢李宇春的演唱会花了1280，这次来之前呢，为了听各位老师的歌，也花15块钱充了会员啊。当时这15块钱里边给孙楠哥花了6块，腾格尔老师5块，海泉哥3块，剩下的你们1块吧。之前节目组还问过我说，哎，你除了李宇春的歌，平常还听些其他什么的歌？比方说我说孙燕姿听的，孙燕姿听的。开玩笑啊，腾格尔老师、孙楠我都听，但确实白小白之前确实没听过，我觉得很正常。这就像有人感叹主持界，对吧？新生力量顶不上来，什么何老师啊、撒贝宁啊、汪涵啊都在变老，但从来没有人关注到张绍刚也在变老。他其实是这几个人里边最老。解释一下，可能就是白白胖胖不显老啊。哎呀，终于吐槽到张老师了。张老师真的是我心目中的吐槽白月光，还是满月。不好意思啊，一会儿敬您杯满月酒啊。说一下其他几位老师，胡海泉老师。是这样的，因为后面都是吐槽，我有时候就可能不叫老师了，对吧？就显得有点奇怪，你叫老师又吐槽别人什么的，对吧？啊，海泉，海泉哥，一下就怂了。海泉哥听说最近干个人演唱会，门票降到80，都卖不完。哎，我记得以前你们演唱会是1280都抢不到的，一下就把你的个人价值测出来了。哎，我觉得海泉哥还是适合混组合，对吧？我想给您推荐一个前辈南郭先生，听不懂这个梗的朋友适合听白小白的歌。海泉老师，我这个脱口秀演员斗胆想给您指一条路。我听说最近有一个叫 F3 的组合，正好缺个人。你可以和缺的那个人组合。组合名我都想好了，就叫哮天犬。下一位白小白，歌很多，听说有500多首口水歌。你口水挺多呀。500多首，500都没有500多首歌。
太烂了这个梗。我是怎么知道他的呢？是有一次我妈跳完广场舞回来，说：“儿子，我给你推荐一个宝藏歌手，白小白。”我一听啊，我说妈，这个宝藏就应该买起来。我妈说：“哎，他别人一首歌，我们广场舞跳1年都跳不腻。”我说：“那你们得抓紧了，他500多首歌。”你们要跳完得向天再借500年。向天再借500年。下一位孙楠，楠哥，我一个朋友特别喜欢楠哥，每次去 KTV 哦，必须来2遍拯救，先来一版最高音的拯救，然后缺氧被我们拯救。之前真的看节目啊，还听胡海泉泉哥说白小白是孙楠的接班人，哎，我就好奇这个事情，胡海泉你就给定了吗？楠哥知道吗？大家知不知道扶苏当太子是秦始皇定的，那也轮不到赵高来定了。这厉害，这厉害。听不懂这个梗的朋友，再听一下白小白的歌。今天还来了一个知名乐评人梁元，网传梁元老师是成人自考，读的是旅游专业，现在天天说自己是专业乐评人，对各位歌手是指指点点。哎，我真的觉得乐评人是不是把自己位置摆得太高了，对吧？你这个在我们脱口秀圈就叫写 report 的。哎，我们脱口秀观众 report 写的这么好，都不敢叫自己脱评人啊。还天天说华语乐坛现在缺的是敢说真话的那把锤子，说自己就是那把锤子，这个我认可，因为我是个四川人，你是个锤子。下一位西林奈高，人送外号5字妹妹，对吧？确实好像没有什么代表作，最出圈的音乐好像都是跟别人合唱，对不对？我记得前段时间应该是跟范玮琪同台唱了一首《如果的事》，范玮琪在他面前唱不上去，还破音了。当时真的那个情况，范玮琪一开口，观众都在想麦克风坏了。西林奈高一开口，范玮琪心想坏了。你这开口没轻没重的，一点不给同行留面子，你把范玮琪当范伟整呢。下一位者来女，曾经用过的名字有曹雨涵、李翠霞、曹孟非、曹孟非，现在叫者来女，人送外号15字妹妹。我们都懂，感觉他把名字写一遍就能好评返现了。者来女老师经常喜欢在节目里边飙高音，飙上去了就自己偷笑，飙不上去海泉就偷笑。感觉别人飙高音靠中气，他靠运气啊！我看过一场者来女老师的网上视频演出，她当时每唱一句话就把麦克风递给观众，就在那儿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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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当时现场跟你们一样尬，观众完全不知道他在想什么。大家有没有看过歌手递麦克风给观众？这个歌手得多火，你得多虎。当时所有观众的表情就跟那个小女孩的表情包一样，我吗？而且你知道台下坐的什么人，你就敢递话筒吗？万一下面坐一个旅游专业的乐评人呢？
太而且一首歌得多出圈，歌手才敢递麦克风啊，对不对？强如腾格尔老师，也只有一首歌，对不对？敢递麦克风，那就是腾格尔老师的《学猫叫》。腾格尔老师6年前在花甲之年开始学猫叫，内娱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猫叫。真的有一天我在家里听那个喵喵喵喵喵，我妈说春天来了。弹幕上都在说绝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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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吐槽归吐槽啊，还是希望各位音乐人老师能够好好做音乐，毕竟我花了会员的钱，期待各位老师给到我们真的愿意把绝了打在公屏上的好音乐。如果一时半会儿出不来好音乐，观众朋友也不用着急啊，我的主打秀贾浩和郭光文2.0正在巡演，欢迎大家来看，谢谢大家，我是贾浩。我不行，我上不去了，我不行了。难过，对不起。全了。小浩啊，我挺想感谢你的表演的，但是我这会儿情绪有点复杂。脱口秀是你的专业，而不是这些歌手们和乐评人的专业。你对他们下手太狠了。作为你的白月光，我要跟你提一点小小的要求，就你的那个主打秀，希望大家支持贾浩的主打秀啊！开场和散场的音乐，想一下，不要放在座几位的歌了，好吧？在座的不行，在站的可以。马上下一位要上场的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歌手希林娜依高。23年春节的时候，大家都记得那首歌《是妈妈是女儿》，记得吧？感动了很多人。当天晚上，我和我的孩子也是热泪盈眶。虽然我们是爸爸是儿子啊。今年春晚，人希林娜依高又去唱歌了。哦，不记得哈，大家主要记得他看魔术来着，是吧？今天他就要重现一下春晚的魔术。掌声有请魔术新人希林娜依高。不好意思啊，第一次现场就是这样子看脱口秀，我的妆到现在已经花的就是我泪流满面。我现在就是我没有办法管理我的表情了，所以可能我换一场。大家好，我是希林娜依高。今年的春晚那个魔术大家都看了吧？今天吧，我特地准备了一个戒指和一个杯子，我要给大家一个大揭秘。其实变魔术很简单，主要分3步。首先你要专注，专注是 focus。其次你要惊叹，amazing。最后你只需要问一句：那戒指怎么取下来啊？网上都说我的反应太浮夸了哈，其实这个魔术我在看第1遍的时候，我的反应就已经特别大了，我那是一惊一乍的，所以看到第5遍的时候，5惊5乍的。
都说我演的太好了，但其实我真的没在演。这个魔术最开始选观众的时候，有好多人一起看，到最后呢，只剩我一个了，因为别人都看出来了，就我没看出来。物竞天择，笨者生存。所以春晚的老师们，明年我还想看，同一个魔术也可以。我们都想看。哦，今年是我连续第4次登上春晚了，非常荣幸。谢谢。但其实上的越多，就越害怕明年续不上。我跟我妈说，哎呀，春晚上了4年了，这个该不会要毕业了吧？我妈说没事儿，你伯克利7年了也没毕业呢。很多人说这个伯克利的含金量下降了哈，还说我们就是去镀金的，这个伯克利的这金都被我们给镀走的。咋说呢？我是希望我能够做出一点成绩，再回去毕业，争取把从伯克利身上镀的金，再给它镀回去。Just do it。今天这期的主题是音乐听谁的？你们看看今天的嘉宾阵容：孙楠老师、海泉哥、腾格尔老师，都是音乐界的前辈，听谁的还用说吗？那当然是听梁元老师的了。梁元老师这个人呢，你不听他的，接下来1个小时你就别想听别的了。我是在音综上认识的梁元老师，当时我在想，这不是天赐的声音吗？怎么这儿还有个天赌的声音？别人唱的不好他怼，唱的好他也要怼。梁元老师，你是不是就是不喜欢音乐啊？我说真的，音综啊，你们不要再折磨他了，这个人对音乐过敏。其实梁元老师的知识储备量挺大的，就跟那个 AI 差不多。我们说一句话，它可以蹦出好多句话，甚至是那种 AI 说不出口的难听话。AI 其实会给我们提供很多的情绪价值，对吧？梁元老师一点情绪价值都没有，纯纯的情绪 judge。所以 AI 是无法取代梁元老师的，因为 AI 比较像个人。虽然很多人都批评梁元老师，但是今天我在这儿还是想要帮他说一句话。其实他是一个专业扎实、审美清醒、立场独立的优质乐评人，他的那些难听话也是当今华语乐坛宝贵的声音。怎么样，梁元老师，是不是还是夸人比较好听？给您鞠个躬。开心吗？开心开心。这都是 AI 生成的，人说不出来。我之前很少听白小白的歌，但是他跟梁元老师互怼的视频，我那是一个也没落下呀。两个人在有歌里面吵啊吵，一直吵一直吵，我都在想你们在吵什么呀？吵 CP 吗？哎，我感觉那都不叫有歌啊，那是有事儿啊。我真的我都想站出来说，不要吵了，你们不要吵了啦，再吵就不是音综了。我说这儿吧，太难了。
下去之后连的更紧。海泉老师，我们合作过很多次，他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前辈，真的很好的前辈。因为每次唱歌的时候，他都会非常大方的把高音部分都让给我。之前有个节目，海泉老师说白小白像孙楠，孙楠老师估计是听到这个传闻啊，怕大家误会，直接暴瘦30斤。哎，网友都说认不出来了，所以白小白才是全网唯一真孙楠。真孙楠，我也能理解哈，为什么节目组明明都已经请了孙楠老师，还要请白小白？可能就是怕孙楠老师中途退场。这个反正也不贵。怎么话？有人说我的嗓音有点像腾格尔老师。哇，太多人模仿过了，我现在模仿都已经有点奔腾的骏马，洁白的羊群，像吗？确实我也是烟嗓，就是声音有一点粗。之前在那个女团合唱的时候，我这个声音就怕自己太突兀了，都得夹起来唱。你们能想象一个烟嗓夹着唱歌是什么感觉吗？就跟腾格尔老师唱甜歌一个样。Super Idol 的笑容都没你的甜。哲来你老师，我刚刚模仿腾格尔老师，你受得了吗？受得了，这不得把你迷死了。刚刚你说腾格尔是你的王心凌，这确实把我 CPU 给烧了。没想到你是这样的哲来梦女。哲来梦女跟我一样，名字很容易被人念错。不过她是因为换了太多名字，我单纯就是名字比较长，经常被人叫啊什么西林高一娜呀，这个伊林娜依高，西林娜依扎，反正各种各样的。但是海泉老师没叫错过，他都叫我西林娜高音，给你。又来了，没完了，都给你。这低音给我。海泉老师就是低调哦 ，low key。很多人说哲来你老师野心大于能力，我觉得这个评价就很有问题。首先，野心就得大于能力，能力才有机会匹配得上这个野心。野心要是等于能力的话，这不就是说实话吗？我实话实说，在这个舞台上说实话挺难的，因为大家不欣赏过于谦卑的人，又会加倍审判有野心的人，这个尺度太难拿捏了。说真的，哎，比我当魔术的观众更难。所以我现在都不敢说自己有野心了，但我有。谢谢大家，我是谢娜一个。感谢西林娜依高，也感谢白小白回到自己应该坐的位置。大家都知道了，西林娜依高有野心，但是他不敢说，我们就替他保守这个秘密。好荒谬啊！最后要上场的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孙楠老师，南哥。南哥真是这些年，你想想吧，就退了一次赛，让大家说10年，一直到现在还有好多节目组怕
就怕他冷不丁来这一出。南哥，我跟你说，放心，就今天，整个这一场的时间，广告、救场词儿我都想好了。想退您随时退，好吧？让我们掌声欢迎进退自如的孙楠。大家好，我是孙楠。我是歌手，这个有点要退赛的感觉吗？张绍刚老师，你没机会，因为我只选择比较火的节目退。这个小破节目，哇哦，哦，那么今天我们先从上过歌手的人开始吧，因为呢，我对歌手这个节目非常的有感情。海泉拿过歌王，在我心里，他不只是歌王，还是歌手圈里边最会做生意的人。海泉注册的公司可能比他写的歌都多，所以不应该叫他海泉，应该叫他胡总。胡总好。胡总呢喜欢当主持人，经常嘴瓢，曾经把我是歌手说成了我是洗衣液，可以理解，毕竟是胡总说的嘛，所以是胡说。海泉，你要理解一下，歌王你都拿了，就不要跟我这种普通的歌手计较了。接下来是腾格尔老师，也上过歌手，听腾哥的歌，你会感觉他特别疼的感觉。我90年代呢就认识腾哥了，那个时候歌唱天堂的腾格尔那真的是顶天立地，而现在唱恋爱循环的腾格尔那是甜心萝莉。所以现在不能叫腾格尔了，应该叫腾够。你好，腾够，我是孙 boy。腾哥，你现在变成这样，让我们情何以堪？卷得这么厉害，还让我们怎么唱下去？我只能唱腾格尔，我的天敌，燃烧我的卡路里。葛莱女也去过歌手，光着脚上台，开口之前那范儿，我心想她一定是一位大神级的歌手。听她唱完才知道，她不只是唱的大神，还是那种会跳的大神。葛莱女自称河西走廊世界音乐歌者，我女儿也喜欢在走廊里唱歌，所以我女儿也可以说是客厅走廊小区音乐歌者了。葛莱女说，因为她是甘肃人，但其实对观众来说，她不光是甘肃人，还是素人。希丽娜一高非常优秀，我很喜欢你的声音。她是硬糖少女303队长，但希林，我必须跟你说一句，硬糖少女没什么稀奇，我们腾格尔可是硬汉少女。希林在青春芒果叶演唱时，好像破音了几次，还上了热搜。其实希林，你不要太往心里去，因为呢，现场出状况特别的正常。我曾经有一次5分钟的歌全部忘词儿了，汗流浃背，我的衣服全湿了，要编新词，整个5分钟，哇，
我的歌迷听了之后都懵了。孙楠怎么唱了一首新歌？什么叫做领先时代的歌手，对吧？在我那个时代，很少有人说唱，但是那个时候我已经掌握了 freestyle。接下来，白小白，一位网络流行歌手，说是经常直播卖货，这个我就不太懂了，因为在我那个年代，歌手不用卖货，只用麦克风。后来我搜了一搜，哎，别说，还真听过他的歌，因为听很多朋友说，在婚礼上总能听到他的声音。那首歌叫做就在一起，谁让我们相遇。我想啊，有一首能够在婚礼上非常受欢迎的歌也是非常难得的。其实很多呢歌手很难做得到，对，比如像海泉的歌，随风奔跑，自由是方向。这一听，今天是有人要逃婚的。还有芷来女老师的那首歌叫做《三界四热》，这一听，感觉孙悟空要大闹婚礼了。白小白在《天赐的声音》里边唱了我的拯救。海泉说小白是我的接班人。本来呢，我就没打算退休。听了这事儿之后啊，我就更不敢退休了。我再更努力20年，好不好？好。看到这么多新生代的歌手，我经常特别感慨哈。所谓的长江后浪推前浪，我跟腾哥、跟海泉，我们都属于前浪。像西林啊、小白啊，他们属于后浪。那么梁元呢，是兴风作浪。以前的乐评人都是分析作品，现在的乐评人呢，是锐评歌手本人。在这个时代，管梁元叫乐评人，在我那个时代，管他这种人叫做没有礼貌。音乐人呢，要接受不可能被全世界的人喜欢，但是乐评人也要接受可能被全世界的人讨厌。梁元批评小白，说他走红是因为踩中了风口。我年轻的时候啊，考过司炉证，我是一名烧锅炉的工人，我最知道大火就是需要风口。所以小白别难过，虽然你不被梁元这种乐评人认可，但梁元这种乐评人也不被我们这种音乐人认可。还有乐评人说我唱歌爱飙高音，爱炫技，特别油。技术好算油吗？我只是练得多，无他，唯嘴熟耳。你看那油翁还是油。我们的这一期的主题是音乐听谁的？我觉得音乐的要听心里的，从心里出发的就能打动人。相比于高音啊、低音，我更在乎走没走心。当然走心可以，千万别走音。在我看来，最美的情侣和天堂都是走心的作品，就像漫画和油画，油画能让你找到心灵深处的一种诠释，漫画看了之后你就马上就很开心。有人喜欢油画，有人喜欢漫画，只有梁元喜欢废话。肺腑之话。我相信只要能给听众带来希望和温暖，那这首歌就是有意义的。所以如果你问这平淡的人生我拿什么拯救，不管在
灯火辉煌的街头，还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我都会说：音乐要把我保佑，要让爱永不消。不好意思，又飙高音了。谢谢大家，我是孙楠。是最近演出机会都少啊。非常非常感谢南哥的表演，而且，从一个音乐人的角度，发自肺腑的来跟大家分享内容，每个歌手都能来唱几句，真的，我太喜欢我们今天的音乐专场。再次感谢所有的来宾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脱口秀和不一定精彩，但是也精彩的音乐表演。按照惯例，我们要选本场的 Talking 嘛，跟随自己的心，谁表现好就为他投票。来，投票。看一下本场的 Talking 究竟是谁？请看大屏幕。回答我！海天好友，先好先好 ，Talking 真材实料，恭喜白小白获得本场 Talking， 也请我们的豪豪为 Talking 颁奖。好，谢谢豪豪，谢谢。哎，你干啥去啊？你拿着这个偷偷摸摸干啥去？我们节目啊，拿到了这个之后，你不需要被人点评。来，你拿到了 Talking 之后得有个感言。那我不得上这儿说来吗？那你就大大方方的来这儿，来。这个节目真公平。谢谢生蚝。蚝油啊，谢谢蚝油，海天蚝油，谢谢海天蚝油。这生蚝的太棒了。还有没有什么话要特别的对一些人说呢？我跟他没话。谢谢各位老师冒犯了，不好意思啊，很高兴来到主咖，谢谢大家第一次来脱口秀节目，承蒙怀爱，谢谢。祝贺白小白，也再次把掌声送给所有的朋友。来，我们请嘉宾都来到台中，我们有集体的礼物要送给大家。因为来的都是音乐人嘛，有的人以前就是唱高音，有的人是唱低音，有的人一开口就是草原，有的人一开口就是故事。但是今天无论之前他们唱的是什么歌，现在我们都要来唱同一首歌。告诉我你怎样走过，大地知道你心中的每个角落，甜蜜的梦啊，谁都不会错过，终于迎来今天这欢聚时刻。
落。同样的感受，给了我们同样的渴望，同样的欢乐，给了我们同一首歌。阳光像渗透所有的语言，风儿把天下都市传说，同样的感受，给了我们同样的渴望，同样的欢乐，给了我们同一首歌，同一首歌。再次感谢我们所有的朋友们。音乐听谁的从来都没有一个标准，无论是年轻歌手的创新，还是乐坛前辈们的传承，还是有些乐评人的见解啊，我们想听谁的就听谁的，喜欢听谁的就听谁的。对于音乐要有不同的看法，非常正常，也需要有不同的意见，才能让音乐进步，才能让这个行业更加包容、更加多元，让我们听到各种各样的声音，才是真正的好声音。再次感谢今天所有的来宾。想看哪些狠角色来到主咖和他的朋友们，关注效果公众号和小程序许愿，还有更多的演出等着你。场上没涂完，后台更精彩，别走开，后面有彩蛋。感谢主咖这个节目拿给我人生第一个上综艺节目的奖。然后呢，在这里呢，首先谢谢海天好友，海天好友，最重要的是说3遍。白小白那个回答我太洗脑了，回答我，回答我，回答我！歌是洗脑的，脱口秀也是洗脑的。我就在想，这是不是一个很神奇的技巧，是我们没有掌握的？他节奏太好了。广志说他以前干过2人转，我感觉这好像回到了他舒适区了。香！我刚刚告诉他不要过来抢我们脱口秀饭碗，他不会的，他说他好好搞音乐。就在一起，谁让我们相遇？以后的日子，我觉得都是同样的。你只要喜欢，对他任何一个人来说，他就是精品。不要过多评价，把音乐分成3、6、9等啊，因为音乐是很抽象的。音乐没有高低贵贱之分，每一首歌都有它的受众群体。我们不用去想他的音乐有多么的先进，有多么的前卫，或者说他是不是高雅，那都不重要。最重要的是他那种真诚的表达，你是否能够感受到。如果想让自己的世界更丰富的话，就勇敢的多看一看自己以前没看过的东西，去多听一听自己平常没打算去听的歌。音乐就是我的伙伴，对，他伴着我一块成长。通过音乐交很多朋友，通过音乐去体验生活。我觉得音乐对我来说太重要了，就是我的所有的荣耀都是音乐给我带来的。现在想起来的话，它完全是我的另一半。蓝蓝的天空，清清的河水，他一直陪伴着我，也一直陪伴着他。音乐其实一直在救我，所有不好的情绪、不好的阶段，它可以允许我享受它的过程，去发泄、去释放、去感同身受。我觉得音乐让我的生命力变得更旺盛、更丰富，绝对是养分，一种鼓励，而且就是让我的生命的维度就打开了呢。我感觉它像陪伴，像一个身边的随叫随到的朋友，就你需要的时候，你就能选到一首对应的歌来陪伴你。
我希望以后华语乐坛容得下清道夫吧。我希望华语乐坛能够包容我一点。我希望华语乐坛这个称谓能够跟娱乐圈一样长寿就好了。我希望华语乐坛夯爆。我还是希望华语乐坛能够创作出更多、更好听的、更经典的音乐作品。我希望华语乐坛百花齐放。我希望华语乐坛出现更多好的音乐，从我们的中国走向世界。柠檬也能嚼着喝，只要3口就上头。欢迎来到优酸乳嚼柠檬带来的。那么问题来了，我是这个环节的嘴替。我这里有一些问题，可能是节目组想问的，也有可能是网友想问的，肯定不是我问的，不是我想问的，我只是代班问一下啊。来吧，西林，问题来了。第一个，这个问题怎么感觉有点考验我？女团每次表演结束都有一个 ending 的 pose， 可以教我一个吗？我已经很久没有，就是在团里，因为女团离我已经是快4年前的事情了。但是我要回忆的话，其实你要做到的就是你先要找机位，然后你在微喘的同时，你又得定住。但我有个问题，男生但凡动作多一点就容易油，对不对？就是不要做任何额外的动作，不要 wink， 不要咬嘴唇，不要歪头笑。我觉得就是只要你认真的、严肃的，都看着镜头，你心里不要多想。你来个，我尽量学。就比如说你转一圈。然后你喘了吗？可能我平时唱跳不太喘。哎呀，好，我学习一下。他刚刚是转一圈，转一圈，1、2、3，这么大，瞪着对方。我像那种要记车牌号的。你学会了吗？可以，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。来继续，这是我的 ending pose 老师。我下次主打秀尽量学习一下刚刚这个方法。这个问题有点损。下一个问题，打算什么时候从伯克利毕业？为什么总感觉很多伯克利的学生都不着急毕业？我觉得就是因为学校给了我们这个空间，就是因为你能保留10年，至少10年的这个学期。这么久？对，因为有了这个空间，你在这10年之内，你可以去发展你的事业。我在学校那段时间，我收获最大的其实是人和资源。你感觉去读了个商学院，你人脉很重要的，很厉害呀，很厉害。在这个圈子里面，你需要认识各种制作人啊、创作的人啊，就这种东西。其实你有了一些基础的知识，剩下的都是经验，都需要经验。明白。那下一个问题又来尖锐了。接下来是想继续完成学业，还是先拼事业？哇，震撼首发哦，震撼首发。我目前在兼顾工作的过程中。我在上网课哦，大家看我平时带个电脑，其实我真的是在上网课。我在，天哪，我首次公布这件事情，这很棒。因为我最早我上网课的时候，我是想要就是偷偷摸摸的毕业了，然后我悄悄努力，最后对惊艳全场，丢在其他伯克利没毕业的朋友面前，也不是，你不用回这句话。其实我也是害怕自己说出去以后，然后最后也没学完，万一要是有什么突发情况。我懂你的感觉。对，这个问题很难。假如必须放弃唱歌，只能够在美妆博主、魔术助理、乐评人、脱口秀演员里边选一个转行，你会选哪个？为什么？首先我排除法，美妆博主我不太行，乐评人我不行。为啥呢？我这个人说话就是我说不出口那种特别难听的话。你以为脱口秀演员说话就好听吗？我当魔术助理吧。还想上春晚？是的。我觉得我可以练一练脱口秀，因为我认为我平时在生活中还是一个算是比较有梗的人。我觉得你好笑，你是很放松的，而且你就是跟所有人你就很接。我是那种会接梗的人。
听到没？我们这个西林选择了当脱口秀演员，以后经常来我们的节目，好吧？可以这样，我觉得我可以给节目组稍微安排一下，就是给我至少2期，一期是这个讲，然后一期在下边看。哦，一个完美的舞台，不只是台上的表演者，也包括台下那些反应非常热烈、非常支持台上的人的那些观众们。掌声！我觉得这个需求咱们导演组听进去，好吧？我们即将到来的最后一期，我个人啊，强烈建议把别人西林请回来当返场观众啊。但那个公平体现呢，辛苦也把我请回来啊。当陪同。那我们的问题今天就问到这里了，聊得很开心，谢谢，欢迎下次再来玩。观众朋友们，我们就下期节目再见，好吧？朋友们，拜拜，拜拜。豪门正统在海天，原汁豪肉熬出鲜。感谢鲜豪鲜熬真材实料的海天蚝油冠名播出，怎么喝都好嚼，怎么嚼都好喝。感谢柠檬也能嚼着喝，只要3口就上头的优酸乳嚼柠檬联合赞助播出，这么全面，这么营养，飞鹤专为宝宝着想。感谢重磅升级，营养更全面的新一代飞鹤卓瑞奶粉赞助播出。只有你们想不到的，没有我们请得来的。张凌赫，你的舅舅在我们手里。皮囊被毁之时，成就大业之日。那我不禁就想问了，你与曾被徐公熟没？这话我都不知道你怎么说出来的，是不是短剧看多了？我建议您啊，别拍电影了，来拍短剧吧。当保安后，别人都看不起我，而我在博物馆一天赚了500万，还得拍长剧。你比如竹玉，我这个条件，应该可以演一个男主角吧？有几个帅哥能演傻子？你给我指出来。我也不知道我在干什么。他好像不是演出来的呀。就想了解一下大家录完之后感受怎么样？我觉得这感受就是什么呢？哎呀，好冒犯！这你冒犯完了，现在开始好冒犯。你是全场冒犯的王。我们录这么多期，第一个嘉宾敢在台上冒犯赞助商。谢谢生蚝。梁元老师表演的时候，会真的听着生气吗？我记得一辈子。我如果演的特别和气，有人听你歌吗？哎呦，我靠你了！哎呦，我的妈呀！南哥，那个如果用一首歌来总结今天的脱口秀体验，你会选哪首？拿什么拯救？谁来把我拯救？什么？南哥，你没听出来是你的歌对吧？你唱歌不是不擅长，是一种缺陷。再来，我拿什么拯救？来，我拿什么拯救？你还是去做脱口秀吧。我其实是有一个音乐梦的，现在呢梦醒了，还是好好的干脱口秀哈，非常收获很大。豪门正统在海天，原汁豪肉熬出鲜。感谢鲜豪鲜熬真材实料的海天蚝油冠名播出。感谢柠檬也能嚼着喝，只要3口就上头的优酸乳嚼柠檬联合赞助播出。春季换新不用愁，天猫新货啥都有。感谢承包你春季购物车的天猫赞助播出。本节目由重磅升级、久维营养全覆盖的新一代飞鹤卓瑞奶粉赞助播出。打开微信搜索效果小程序，点击底部节目活动图标参与互动 ，call out 喜欢的演员上台咔咔。每周6中午12点来腾讯视频看主咖和他的朋友们，爆笑满满。周日惊喜加更，上桌吧主咖，更多幕后内容打包享。每周一陪看加更，主咖陪你看，超多内容享不停。周间不定期幕后花絮，惊喜连麦等你发现。他们在我左边吵，在我右边闹，小动画片里那兄弟遥控器找不到。Hey bro， 非有 Melody Piece and 了，人们沟通的方式不用非得吵。那年将是最后一排，或许我们都掌握。微博进入主咖话题页，选出本期你心中的微博 Talking。更多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、微博娱乐、微博综艺、新浪综艺。工作、学习、生活用百度网盘，美好有我全盘掌握。快来水果汤泉，吃喝玩乐聚会超好玩。感谢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，感谢首席合作媒体新浪娱乐、微博娱乐、微博综艺、新浪综艺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，感谢合作伙伴新浪新闻、丽丽城传媒、讯飞输入法、知乎、鱼库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。讲个段子让你笑，心里的词汇变小。我们不一样的门票比较，让热血留在了不同频道，用真诚换来理智的拥抱，用沟通打忘却心里的吵。啦啦啦啦啦啦。